在这个影片，我们主要跟各位讨论的是三相感应电动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名词，叫做旋转磁场。在这个影片里面，我们要跟各位讨论的是感应电动机它的基本硬体结构。然后呢，当加上三相电之后，它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，叫做旋转磁场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旋转磁场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是一个定子的结构。它通常是由细钢片去重叠而叠出来的。使用细钢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增加导磁，并且减少握电流的产生。然后我们再加上3个磁场绕组，这个是最基本的结构。我们就以这个方式来跟各位介绍等一下的一些基本定理。在线圈上面，如果说通上电流之后，电磁场所产生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首先，在线圈上面，我们先通入一个这个方向的电流，之后我们再透过安培右手定则，可以在上面看到有这个方向的磁场流向。我们可以发现到，在中间的地方会是一个向下的组合出来的磁通。以磁场来讲的话，如果说上面是 N 极，下面是 S 极的话，这个就等效于一个磁场的产生。以定义来看的时候呢，旋转磁场它就像是右边这边等效一个磁铁在外面去做旋转，只要加上三相电，并且是相同结构的定子，也就是三相的定子的话呢，就可以把送过来的电源还原回去旋转磁场的结构。我们就根据三相电的3个相，然后呢通入到右边的线圈里面去分析里面磁场的变化。首先在虚线的部分呢， A 相的电源是正的， BC 相的电源是负的。我们就看右边的地方，如果正的是从这边输入，这边输出的话呢，那 B 相因为是负的，所以这边是输出，这边是输入。C 相的话呢，这边是输出，这边是输入。再透过安培右手定则，可以发现到上面的线圈它所流过的磁场是这样子。最后呢，你可以发现到它们汇流的磁场会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等效的磁场方向，就是向上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2个时间点，在这个时间点呢， A 相的电流是正的，所以呢右边是流入的，左边是流出的。 B 相的话呢，它是正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入的，这边是流出的。 C 相呢，它是负的，因此这边是流出的，这边是流入的。我们就再透过安培右手定则，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磁场流向是这个方向的。再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给融合成为一个流动的磁场。这个流动的磁场呢，可以再汇聚成一个比较大的磁场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它的方向是向右上方的。在下一个时间点，我们可以看得到 A 相的电压是负的，所以这边呢是流出来的，这边是流进去的。 B 相的话呢，它的电压是正的，因此这边是流入的，这边呢是流出的。 C 相是负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出的，这边是流入的。我们再套用安培右手定则，可以看得到它们的磁场方向是这个样子。之后呢，它们就有一个汇流出来的磁场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它最后的磁场方向是往右下方的。在下一个时间点，我们可以看得到 A 相的电压是负的，因此这边是流出的，这边是流入的。 B 相的电压是正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入的，这边是流出的。 C 相电压也是正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入的，这边也是流出的。再透过安培右手定则，看得到每个线圈上面的旋转的磁场，之后呢，总合出一个比较大的汇流出来的磁场，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，就是呢，磁场的方向是向下的。在下一个时间点，这个时候的 A 相电压是负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出，这边是流入。 B 相电压也是负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出，这边是流入。 C 相电压是正的，因此呢，这边是流入的，这边是流出的。再透过安培右手定则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得到它一个汇流出来的磁场。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们总合出来的磁场方向是朝向左下方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你有发现到磁场的方向已经开始在旋转了呢？我们再分析最后一个时间点，在这个地方 A 相是正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入，这边是流出。 B 相电压是负的，所以这边是流出，这边是流入。C 相电压是正的，
所以这边是流入，这边是流出，再透过安培右手定则得到它汇流出来的磁场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它们最后总和的方向是向左上方。根据刚才所有磁场的分析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它们总和出来的磁场就像是一个箭头在磁场当中去做旋转一样。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磁铁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像这样子，等效于磁场在外围旋转，这个就是我们所称呼的旋转磁场。看完刚才影片，来跟各位做一个小结。所谓的旋转磁场是由线圈加电源去组合出来的。事实上呢，它就等效于磁铁的磁力线在空间当中旋转。感应电动机就是透过这个旋转磁场让转子给转起来的哦。